一变身，于龙立刻着迷。一场关于美、努力与灵魂的惊艳旅程。惊鸿一瞥，全场为之屏息。舞台上的灯光倏然一暗，所有人的呼吸仿佛在瞬间被抽走。杨咩咩一袭胭脂古装缓缓踏上舞台，她如风而来，又似雾般朦胧，步履轻盈中带着古典的力量。那一刻，全场鸦雀无声。于龙，那个一贯冷峻不苟言笑的导演，此刻瞳孔微缩，喃喃出声：他真的不一样了。舞台背后的孤独修行，经验从来不是偶然。为了这个角色，杨咩咩消失于公众视野3个月。在镜头之外，他每天清晨5点起床练功，从汉服仪态到古琴指法，从唐诗宋词到古籍注解，他以沉浸替代模拟。他不是在演一个古人，而是在唤醒一段文化。于龙失控，只因灵魂的震颤。那一眼对视，是灵魂的撞击。于龙看着他的眼神，像看见了1000年前的一位将军之女，既有温婉气度，又不失英气之风。他终于明白，所谓演技，只是他灵魂深处自然流淌出的文化血脉。那一刻，他不是在看演员，而是在注视一段文明的回声。评论区爆炸，观众集体共鸣。视频播出后，评论席卷而来。他不是演员，是一段文化的化身。我仿佛听到了古人的叹息。于导的眼神太真了，那是被震撼之后的敬仰。有观众泪目道：他一转身，我像穿越了。他不是花瓶，他是载体。杨咩咩一直拒绝做好看的人偶，他把每个角色当成一段誓言。每次演出前，他都会站在镜前自语：今天我要为他们而活。他不炫技，却能一针见血。他用细节唤醒记忆，用沉默演绎庄严。烈日下的坚持，只为一个眼神。拍摄那天，室外温度高达40度，厚重汉服几乎令人窒息。所有人都喊苦，但他一遍遍走位，汗水湿透衣襟，却不曾皱眉。他笑着说：要做文化的使者，就不能怕热。于龙那一刻红了眼眶，他终于明白，这样的光芒是用执着燃成的。被低估的努力型天才，曾几何时，他被当作流量艺人标签化。可现实是，他凌晨3点还在琢磨角色内心，拿着剧本对镜自白，一遍又一遍咬字纠音。他说，努力也许不起眼，但他终将发光。于龙的转变，从质疑到敬仰。于龙不是没见过好演员，但他从未如此动容。他不是在演戏，他说，他是用灵魂说话。这一次，他第一次在公开采访中哽咽。他承认，是他改变了我对艺术的理解。他不是潮流，他是风向标。杨咩咩没有跟风，他是在引风。他用一个回眸，一身古服，一缕琴音，把沉睡的传统之魂唤醒。在这个速食时代，他用慢唤醒了身。他的存在是一种方向，古装背后的东方精神。他的每一次出场都是文化的延伸。有人说，她是东方的女将，不靠嚣张，而凭坚韧，不需言语，却自带力量。她用柔情写下刚毅，用安静击穿世界的喧嚣。不只是角色，而是一种信仰。杨咩咩从不逃避痛苦，因为她知道痛苦是信仰的试金石。我不是为了漂亮而来，我是来传承的。她说，她让角色不再是纸上谈兵，而是真实可感的情感实体。她的成功注定不是昙花一现。在充满浮躁的演艺圈中，她是一股清流。她用时间打磨角色，用心血熬出质感。她不是一颗流星，而是照亮夜空的星辰。她是所有慢工出细活者的骄傲。于龙与她的心灵共鸣，他们之间没有一句情话，却有一份难以言说的心意相通。他欣赏她的执着，他敬重她的沉默。他们是彼此的知音。正如于龙所说，他的每一次出场，我都不舍眨眼。每一次亮相，都是灵魂洗礼。杨咩咩的表演从不靠剧情推动，而是由她自身情感驱动。她不需要催泪的对白，也无需跌宕的情节，只凭一个眼神，一次转身，便足以让观众泪目。这不是技巧的堆砌，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。当她出场的那一刻，观众感受到的不是好看，而是真实，一种沉浸式的美感体验。
他用静默演绎力量，用沉稳激起共情，让人不自觉地想起自己的某段过往，某段执念。正因为他不刻意打动，反而最能触动内心。他像是一面镜子，映出观众最柔软、最渴望理解的部分。在他的每次表演中，我们不是观看，而是在参与。那是一种心灵的洗礼，让人愿意放下防备，只为感受那份来自东方美学的温柔与厚重。戏外，他是文化传承者。杨咩咩对传统文化的热爱，并不止于角色塑造。戏外的他，亲自深入各地古镇、博物馆，与汉服匠人交谈，与传统艺人共处。他不仅是穿上汉服，更是活在其中。他曾在一场访谈中坦言，传承文化不是口号，而是生活方式。他研究布料的质感、剪裁的比例，学习古典礼仪中每一个细节，甚至走入课堂教孩子们如何着装，如何行礼。他不是在做表演，是在复苏一段文化记忆。他知道，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文化的传递必须走下神坛，必须被看见。所以他愿意用自己的影响力，让那些被遗忘的文化细节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。这种用行动践行信仰的姿态，远比1000句空话更有分量。属于他的时代才刚开始。杨咩咩的崛起不是一次偶然的爆红，而是时代的呼唤。在快节奏、碎片化的娱乐浪潮中，他像是一股逆流而上的清泉，不追热点，不玩话题，只专注打磨每一个角色，传达每一种美。他的沉稳和克制，恰好满足了人们在喧嚣中寻找深度的渴望。他不是在迎合观众，而是在教育观众如何欣赏真正的美，真正的表演。如今，越来越多观众开始关注服饰的历史背景、动作的文化来源，这些微小的变化其实都是他默默影响的结果。他的坚持正在悄悄重塑整个行业的价值观。他代表的不是一个流派、一种审美，而是一种对文化敬畏、对艺术负责的态度。这种态度才是他时代的真正起点。一眼万年是灵魂的对视，那一眼是戏里的情感交汇，更是戏外万千观众心中某种情绪的集中爆发。当杨咩咩与于龙在镜头中对视时，不只是导演与演员、角色与角色的交流，更像是观众与传统之间被切断已久的情感纽带被重新连接上。那一眼没有语言，却比千言万语更有力。它传达的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识别与认可，是穿越时空的情感认同。这种共鸣打破了第四面墙，观众不再是看戏的人，而是入戏的人。他们仿佛看见了自己生命中那些无声的期盼，那些深埋心底的情感。这种一眼万年的感动，不是剧本写下的，而是杨咩咩用自己的真实，于龙用自己的理解共同铸就的灵魂火花。每个看懂那一眼的人，心中都藏着一个未被抚慰的自己。他的路是光的方向，他用一场表演打开了我们通向自我的通道。他的美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却像灯塔一般照亮了无数人内心。在这个快节奏世界中，他的出现是灵魂最温柔的叩问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如果你也被他打动，就请点个赞吧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份属于文化的光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最喜欢他的哪一套古装？哪一幕最让你感动？你是否也有一个于龙一样的知己？记得关注我们，下一次的经验你绝对不想错过。愿你在浮躁中仍保有一颗向光的心，因为真正的美从来不张扬，却能震耳欲聋。让信仰与努力一起闪耀。